神通不敌业力。业力成熟的时候，佛的3种不能中间有一个就是定业不可转，定已经成局了，没有办法了。我们闽南话也有一句话，闽南话讲神仙难救无命囝，神仙难救那种没有命的孩子。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神通很好用，如何看待神通？好，我们先大致来讲一下神通。那以现在网络上查得到的解释呢，就是修行者借由持戒禅定修行而来的能力。用现在比较通俗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可以说成是超能力，就是超自然能力或是特异功能这种概念，可能会比较好理解。那在佛教的佛经记载里面，神通也分成很多种，然后也都描述着非常厉害玄乎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神通这个主题来聊聊，来跟林老师聊聊说神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先请问林老师说，那神通是什么？谈神通呢，在我来讲起来了不太好谈，因为我自己没有神通。那我没有神通的话来谈神通不是有点奇怪？那也是呢，好像隔靴搔痒了，雾里看花，一定呢不会看得非常的真切。也就是说呢，我呢也说不出呢非常的精准了。不过呢，既然大家都喜欢神通，对神通呢都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好奇，所以呢我们就姑且来谈一谈。一般来讲呢，神通呢，那个神呢像变化无穷，神力神变呢万千，这种的神通达无碍啊，这种呢我们可以说呢是神通啦。但大家的解释怎么样都无所谓。在佛典里面也有少数的这个佛典会谈到这个神通这方面的比如说故事或是他修行的方法。那我个人因为对这个神通呢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我常想呢，它不是我学佛的一个目的。那么神通一般说起来呢，刚刚呢阿若也有讲到，就是说呢超乎常人的能力，它能显现那种常人呢所不能显现的意象，它能够做出那种常人呢无法呢去使出来的那样的一个超能呢。当然在佛家里面的神通呢，它也不是呢凭空就能够得到的啊。比如说佛典里面有提到，它要我们以前讲过的像四圣谛，你要真切的去了解，你对那个12因缘，对于生死轮回的前因后果，以及怎么样扭转，能够呢再回到不生不灭的这个彼岸来，像这些东西呢，你要真实的去实践，你才有办法获得这些能力。那至于在大乘的佛教里面，你要想获得神通呢，也有它一套的修行的方法。那么如果真正你想去学神通，我也在这里我就不知道要介绍你去跟哪一个师父学，这个我从不做那种没有把握的事，而从来也很少去谈呢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不了解的事情，而偏偏神通呢就是里面的其中之一项。好，虽然老师说，虽然说他自己没有神通，但是我们还是这集毕竟是这个主题，所以还是想请问老师说，因为我记得神通其实分成6项嘛，对不对？6神通一般对，然后查得到的资料是说，就是6神通是有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跟宿命通，还有漏尽通。是，对。那老师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些神通的分别吗 ？OK， 平常一般这6神通啊，它指的比如说天眼通，能够呢无眼福界都能看得到。从这里看到美国不是问题，这边可以看到月球，看到金星，看到宇宙外面，透过那个是黑洞穿过去以后，穿过几千亿个黑洞以外的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这是天眼呢。天耳呢，就是说呢，你可以听到
很远很远的这些声音啊。那么所谓的宿命呢，你可以了解过去式的、过去的几十次、几万世的、几十亿世以前的这些前因后果啦，发生什么事啊，你遇到什么样都可以看得到。这3个啦。另外一个呢，他心通，你起心动念，你在想什么，我立即呢，就能够感受到，就能够明白。这种读心的能力吗？这个等一下会谈到，就是跟现在的科学去做比较了。那神足有飞行变化啦，可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呢，漏尽通。这漏尽通呢，就是漏就是烦恼的另外一个翻译。那么漏尽就是烦恼断绝了，烦恼断绝了，就所谓的贪嗔痴呢都断了。这种人我们以前不讲到吗？入涅槃的人呢，那么阿罗汉有他们的小乘的涅槃，那么到大乘佛法有大乘的菩萨，他们呢要成佛时所谓的入涅槃，那个境界呢也不同。在《金刚经》里面呢，提到那些呢，又提到涅槃的境界，像这所谓的阿罗汉的4果，这些也谈到涅槃。那么在我们这个小乘佛教的阿含经里面也谈到很多关于涅槃的，那么就漏尽了。那么这6种神通里面呢，前面那这5种神通啊，外道也可以有，比如道教的修行，他们也可以修行，他们也对，所以仙呐，或是甚至于狐狸，我们这狐狸仙呐，那可能也可以修里面的1通、2通、3、4通。那唯独第6通漏尽通，只有佛教徒，就学佛人才能够修到第6通。那么前面那个5通，你会了不一定干善事，因为你的烦恼未断，贪嗔痴未断，你可能假借前面的这个5通去呢谋财，可能去害命，对不对？你也可能去追求你的名利啊。所以我们晓得了所以6通里面佛教比较注重的、比较看重的是说，你有没有真正证到了所谓的漏尽通？如果你只有前面的5通，那可能呢只是一个外道，甚至于只是江湖那种呢卖膏药的。你看那个变魔术的，有没有？我们过去看那个刘谦呐，有没有？还有世界那个变魔术的大师们，可以呢变到呢惟肖惟妙，可以说呢天衣无缝，叫你拍案叫绝的。可是毕竟呢，那只是唬人的一种诈术、诈骗，能够蒙骗人以一时的。佛教对于神通，我现在简单做一个小的归结了，只是小的了。就是说，佛教呢追求神通，只是它的追求，它的过程，其实它是追求神通后面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弘法利生的方便，可以透过这些神通来帮助他断除生死的一种方便。它主要在了生死，它主要在觉悟，在度众生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了，神通像很多的那些名利，可是呢，一个真正想要利益众生的人，他不是追求名利，那个名利是在他努力的过程中的一个附属品。同样的，一个学佛人如果一开始就发心只是想要学神通，那到最后变成邪魔外道，像布袋戏里面那个魔那魔那个鬼那个怪啦，那是到最后的话，不但不能够增进自己的幸福，还可能贻害众生。所以佛教对于神通真的是又喜又怕，又爱又恨。因为这种超能力呢，如果以众生皆具佛性，都有那样的大智慧，要学成这些神通照理论上来讲，并不是一件什么样的大难事。可是就怕众生的贪嗔痴一旦没有断，就学到了前面的5通，那这5通，那等于一个坏蛋呢，等于如虎添翼了，那不得了了，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它。所以佛教还是最后弄到一个漏尽，
烦恼要把它断尽。学神通，你自己透过打坐，透过那个观想，透过你学四圣谛的12因缘，无论你学什么东西，你加了好多好多的功夫，就是为了开悟，就是为了要成佛了。老师，那刚才说到说神通可以以现今的科学做对比哦。OK， 你像神族啦，会飞行变化，那你这边也开个玩笑，我林世明为什么不要去学那个飞行的神族通呢？因为我想飞的话呢，我就坐飞机啊，我干嘛要去学呢？那么惨，那么样的不是惨，那样的用力，那么使劲，这样吃尽了骨头，苦头了，不是骨头了，吃尽了苦头才学会飞行。同样的，我现在想看到台北什么，我看电视就可以了。澳大利亚的、美国的、日本的无眼佛界，我都可以呢一览在我的眼下。同样的，你看看呢，他心通，现在很多心理学家呢，有很多呢测谎器，有没有？他可以大部分呢晓得你到底起心动念的时候，那个机器都会动哒哒哒哒的，晓得你又在骗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科学呢，很多的科学的仪器可以辅助，甚至于可以附带来说明古代所谓这种5种神通呢，它呢并不是不可能，最重要是说你学到了他们，你要干什么？因为你学到这5通，你还是会死，你还是一样会落晒拉肚子了，你同样的怎么样子会失恋，真的。所以呢，你要想想看，佛教徒今生的生命有限，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在正知正见的这样的理解追求，对不对？这上面，而不要去浪费那些时间。所以这一点呢，我个人认为今天的科学虽然能够做出很多的解释，认为只有5神通并非不可能，可是要达到第6种的漏尽通，今天的科学没有办法去解释。只有真正的觉悟，真正你脚踏实地，你才能够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证到漏尽通。那个三明是什么？因为神通有分3明6通嘛。这个6通里面的其中的3个，像天眼通，对，像漏尽通，像那个宿命通，这3种呢，你呢都完全通彻了，这种叫3明。加上后面的那3个，那叫一共加起来六通。那这里面就讲到了，通的人不一定明，因为通呢比较好像这种神奇的变化，明就智慧代名词的。所以明的人一定通，可是通的人不一定明。譬如说呢，有天眼，可有的人只是看到呢几千里外的事情，对不对？可是那边发生的事情，他是呢一头雾水，那干嘛那个人会被杀呢？对不对？他呢为什么呢？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奇怪。他看得到不一定理解，对，因为他没有那个智慧。如果有明的话，你6通的人有前面那3个又精进又努力又加强，你那个叫3明。3明的人就能够看得前因后果，什么都无所不通了，比那个6通原来所谓的通的人更通了。通之又通，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明就是明，就是算是一个比较进阶的概念。也可以这样讲的，明只有学佛人才能从通到达明。学佛人也能够有通，但可是外道也有通。但是呢，那前面那个3明呢，一定要学佛的人才能既通又明，这样子。从这可以分辨出学神通了追求神通或是获得神通了。一个学佛人跟一个外道，他们之间的存心，对不对？他的不同了。还是有很多佛教徒限定的才能获得能力。因为他有方法，佛典里面呢，除了讲道理以外，还告诉你怎么样修行的方法，这一点很重要。OK， 好，稍微讲上3明好了。3明是宿命明、跟天眼明，还有漏尽明。心愿菩
接下来问一下说，老师还知道有谁拥有过神通吗？就是或是佛教经典上面有记载说谁曾经拥有过神通吗？大家这个问题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穆建连呐。穆建连呢，除了说呢到地狱里面救母亲这种呢传说以外啦，另外的我们大家在佛典里面正式有记载，就是释迦佛啦，他们的释迦族，那么这个种族快要被那个琉璃王把它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世尊呢好像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呢，穆建连他就非常的着急，他就挺身而出。那关于这个故事呢，我先交代一下。那琉璃王为什么要去灭那个释迦族呢？因为释迦族呢出了一个释迦牟尼佛，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高贵的种族，高贵的国家，他们的国家，那就看不起周遭邻国，都认为他们的种姓太低，他们的成就不够高，就这样子的。那么当时呢，邻国就向释迦佛他们这个国家来求婚，可是呢，释迦族的他们这边认为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娶我们的公主呢？看不起人。对，后来就选了一个很漂亮的婢女婢了，就嫁给他了。这个是一个秘密。等到生下来了，第一个呢孩子叫祇陀，就是我们的阿弥陀里面的祇树极孤独园那个祇陀太子的。第二个就是琉璃王了。琉璃王呢，他以为他妈妈是公主，就要回到他的妈妈的，就释迦佛他们这个国家了。一进来又大家呢都给他呢脸色看，挑白眼，甚至他走过的地方，他走过那个佛堂啊、佛殿呢，人家呢不让他走，他呢不小心走过的地方，全部挖地7尺，把那个土说太脏了，全部换新土。他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这么哭，他说：“你这个呢，这个野孩子。”你妈呢只是一个婢女，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公主。所以琉璃王听说了，他说呢，右小心里面就发了一个毒誓，我将来一定要灭你释迦国了。小时候受到了屈辱。对。所以后来，那么第一次来的时候，释迦佛那时候已经79岁了。哇！坐在那个路边，那个毒，那太阳多毒啊！那印度好热啊，40-50度啊。那么呢，琉璃王来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说呢，他说：“世尊，你为什么不到那个树底下呢？”那么佛跟他讲，他说呢，我的国家快要被你灭了，我还有什么树荫可以来遮挡呢？对不对？那么琉璃王听了又很感动，所以他就回去了。第二次又出兵的时候，释迦佛又在路边等他了。佛有神通啊，就在那边等他了。同样的场景又出现了，我快要没有国了，就等于我在这边呢被太阳晒、被雨淋一样了。琉璃王又回去，第3次又来的时候，释迦佛晓得，佛就有一句话说：佛有3种不能做到的，定业不可转。当因果呢成熟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去移转、去改变；因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还可以改变；因果快成熟的，没有办法了。释迦佛没有救，可是穆建连呢不明所以，他以为是呢佛呢这么轻易就放弃，佛怎么那么残忍？所以他就呢出手了，他用他的钵啊，因为他有神通了，就把那个释迦族里面最重要那些宰相啦、大臣啦什么的500人装在他的钵里面呢，就把那呢一飞起来飞天呢，把那个钵就藏在那个深山里面。就是呢，琉璃王的军队没有办法，琉璃王的军队一进来又杀戮了，杀掉了经典里面大概说10万人呢。我不晓得10万人在过去人很少啊，那种，所以已经是快要灭族一样了。最后呢，他的阿公琉璃王的阿公呢，其实也不是国王嘛，因为他是婢女的爸爸嘛，他就起来跟他这个等于是外孙呢。跟琉璃王讲说呢，是不是可以听阿公一句话？怎么样？就是我潜到水里面，在我浮起来，我潜下去，我浮起来之前，你让这所有的这个城里面的百姓能够逃，
逃命呢？那么当时呢，琉璃网旁边呢就有曾经说：“大王好啊，这个好有趣哦！看他们的着急在那边跑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从后面给他放箭，从后面再给他追杀。我们骑马哦，他们跑不过我们的。琉璃王一看，也好，准奏。那所以他阿公就沉下去了。他在里面哦，当时大家都笑了。那个琉璃王的他们军队里面，大家哈哈看到满城的人那种疲于奔命那种样子，狼狈啊，可怜又好笑。是，可以1分、2分、3分、5分还好，有人肺活量比较可以3分、5分的，到了10分，还没有浮起来，15分了，这不太对劲了。所以说呢，所以就派人下去看。原来他阿公呢，把他那个长的头发绑在那个底下的树根里面了，就是自己牺牲了。知道我这意思吗？我小时候看到这里就掉眼泪，哭啊。所以叫做对不起，舍己为人对，舍己为人才对。刚才所以我们晓得了，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就要讲神通了。对，我这段故事呢，我小时候听师父们讲，我就很感动。老师现在也很感动。那么呢，等到都上光了，那时候呢，佛跟这个目犍连又碰面了。那目犍连想说呢，还好我还救了500人。我说那你过去看看。我直接那个目犍连把它拿过来的时候，那个钵里面的那个人全部都化成血水了，就是全部都死光光了，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一点就是刚才你所谓的神通不敌业力，没有办法的。这里面呢，为什么这500人，这释迦族后面我们只看到他这一世的，对不对？因为你去欺负他，欺负他们的国王嘛，所以欺负到那琉璃王嘛，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的。目犍连他晚年的时候也不得好死。为什么？他那样，他是佛教的10大弟子，神通第一的。最后他被外道用乱石把他呢，就从山上推下来，把他呢给压死了。当然，在佛典里面有一段故事，这个我们在这边讲起来又热等啦，对不对？非常长，大家可以去找来看。手机上呢都可以看到目犍连的惨死，被外道用乱石呢把他弄死了。不过我因为这个就可以晓得了，也是一样的，神通不敌业力。我刚刚讲过，业力成熟的时候，佛的3种不能中间有一个就是定业不可转，定已经成局了，没有办法了，那就是没有办法。神仙，我们闽南话也有一句话，闽南话讲神仙难救无命囝，神仙难救那种没有命的孩子，没有命的人，无命之人，就是必死之人呢，连神通都没有办法，连神仙都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另外有一个呢，关于这个神通的，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神通有时候还会退档啊。退档就是丧失那种神通力因为神通呢，可能你是乱修，不能讲人家乱修了，对不对？因为心术不正对不对？那修了又可能刚刚有了神通，他就觉得心满意足就不修了，所以怎么样子？所以就是变成了半桶水了，所以可能一阵子又就呢不见了，那力量就消失了。比如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佛典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有一个人叫做芋头男子，芋是忧郁的郁，忧郁那个郁很难写那个郁，头就他嘎了，头蓝是蓝色的蓝子那个子有时候叫做福，舍利弗那个福，我们过去不会讲吗？福就是 baby， 就是子，所以芋头男福或者芋头男子都可以。他也是一个有神通的人。所以受到当时很多国王他们的礼遇，他每一次到国王那个皇宫去，他都用飞的，这满城的人都哇，芋头男子到，大家都在路边呢跪拜迎接神仙下凡了。有一次他又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做客，那国王刚好呢完了国王有事就先走了，就交代他的几个妃子要好好的给他呢招待一下，给他服侍一下。
那么呢，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比如拿毛巾什么，有的就不小心的碰到这一头男子的手。我不晓得碰到手有什么感觉了。结果呢，这个一头男子竟然心头一颤呐，升起了一种心说啊，做国王也很好，有这么多漂亮的妃子来服侍我。因为这个一念头呢，他自己也不晓得，他只是这样的，哎呦，动了一下，那吃饱饭以后他就要回家。又呢，满城的人都知道他要回去了，又在那边跪着呢，怎么样？跪着看他呢，要离去，结果他要飞，一啪起来又摔下来，砰的3次起飞呢，都没有成功，丧失了他的天竺通了。因为起那个心念了，神通力没了，只能用步行的，用走的用走的回去了。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我是觉得好玩，跟刚刚那个琉璃网的故事叫人家掉眼泪的不一样。这个就是说神通不敌业力。神通呢，如果你没有继续在修行，在加持，在努力，就像一部汽车会跑，好神哦。如果你没有加油，你现在电动车好了，你没有持续给它充电，你有一天就是呢在路上摆着的一堆废铁一样。所以呢，神通不可试着依靠了，不可依赖。因为神通不能够断掉你的欲望，不能够断掉你的贪心，你的嗔恨心呢。所以这样讲起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呢，不要学神通吧。如果神通那么好，我林世明早就去学啦。不要为了神通去学佛。对，为了神通去学佛，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佛法今生的今生，身体的身呢，还难得嘞。对不对？你拿去学那有的没有，不是太可惜了？记住哦，芋头男子，对不对？起一个心，后面还有故事的，我就没有讲了，更惨的都有了。所以因为神通，神通不可靠，神通不可靠，它并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佛教认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那个明，三明那个明，明白的明就智慧。只有智慧才是一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好的凭借了。好，因为我们之前都在讲过去的记载的故事，那我们把这个拉回到现代我们生活上。如果我们现在在比如说修行的时候，或是有些人他们在修行，或者是我生活中可能会听到有些师父说，他比如说他有修行一段时间，他觉得他有神通，或是他觉得他有一些特异的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我个人认为说自己讲说自己有神通啊，9成999是假的。真的，老师个人认为这样。对，在我的这样从小听妈妈听师父他们讲经呢，有些师父可能有他们的特异功能，可是他们从来不要去乱标榜。比如说呢，美国那个法界大学那个杜伦法师是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社会都有流传了，说呢，因为他那个法界大学那个地方那些个是美国原来说要作为养老院的，可是为什么呢？后来很便宜的把它释出呢？因为没有水，到最后我们发现没有水源，那么就等于是废城，所以就是呢打1折就卖掉，打1折就卖了。那么这时候呢，那个宣化上人呢，听说他就去那里了，他拿着他禅杖，他们是禅师啊，是一个杖，叫禅的杖，咚，他要去买，就他徒弟们说：“师父，你是不是有点的秀逗，有点呢那个有点呢不太灵光了？脑袋不灵光啊。这边没有水，你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叫我们大家都每3餐呢，或者洗涤的时候都要去那边挑水吗？那师父笑说呢，水啊，简单啊，跟我来。他就呢拿着那个铲，这样咚，说往地板上戳，就是说这个呢，这个地方挖下去，真的听说呢，挖下去真的水就喷出来了。像这种神通拿来为了弘法利世、弘法利身呢，不是为了房地产。不是为了炒房产。如果说呢，他是弄为先便宜卖进来，发现了水又高价10倍的钱卖出去，这样的神通一点价值都没有，能够来建设法界大学啦，对不对啊？那么我认为说呢，这个
神通有用。如果你真正具有这样的神通，你尽量使出来吧。不过我讲过了，我也不会去跟你学，对不对？有一个人会就好了，干嘛那么多人呢？你像佛光山，只要星云法师会有神通就好了，干嘛所有的弟子们都会？所以我们晓得神通呢，在现代来讲起来，有很多他们自称会有神通，可是我现在想想，他们以为是他们会有神通，可能他们只是一个变魔术的魔法师。什么意思？变魔术的魔法师就是爱言法、吹牛的。可是他真的是有一点别人所达不到的技巧。这可能有也不一定。第二，算命的，有人的算命的很准。我讲过了，我前妻的我岳母，我的前岳母呢，他跟的那个师傅凤山师傅，他真的我到现在很奇怪。他的算命的，你林世敏到29岁家破人亡，但你几岁都给你算出来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我2个小孩小时候是儿子聪明啊，那儿子连郭老师想说，你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是爱因斯坦啊。这么聪明的。那个女儿呢，傻傻的样子。可是那个师傅他就2岁啊，他就讲了，你们都看错了。这个女儿厉害啊，将来你们不工作靠她都有得饭吃啊。他是一样，起码同样的这个生日或是过年的压岁从美国寄回来的，都是女儿的，女儿寄得多，那个儿子呢只有女儿的1/10。所以你看看，这个都是呢，我们尝试用凡人的脑袋很难去想象的。是没错，我平常一生不要讲，就是怕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不好好的学佛了，他不好好的走路，他想要用飞的，我怕他有一天会摔死。真的太眼高手低。对，这个不好。讲到飞，我这辈子最少有50次梦见我在飞，我这辈子可是呢，我会不会讲说，我就已经学的神通了？毕竟我就在梦中飞啊，在这里我也不会飞。如果我一定要飞，起码摔得脑震荡。所以梦境如梦幻泡影，有的人梦到他会飞，就以为他已经有特异功能了，那叫做梦。所以我并不反对有人呢很欣赏神通，向往神通。都没事，可是不要想去学仙学神，为什么呢？白费功夫了，因为那个东西不能够叫你真正的开悟，不能叫你真正的获得三明，不能真正的证得漏尽通，不能真正的了生脱死，不能真正的大觉大彻大悟。这样学那个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好。所以这也算是佛教不讲神通的原因吗？有人会去尝到达到那样的某部分的境界，可是那种境界超乎人的想象，不好。我这边想起来了，佛的时代就有很多的弟子呢，跟释迦佛建议说呢，请佛准许我们，因为佛反对神通，佛本人反对弟子们去学神通，去使神通，耍神通了。他反对，甚至很多的那个弟子们去学神通、展神通，受到佛的斥责，认为那个不好。那么大家不得其解，佛说你们一定很奇怪，认为说如果你们包括我能够耍一点神通让人家看，这样对弘扬佛法不是有助益吗？对不对？不是很多人就服了吗？都来信佛教了吗？佛说非也，不是这样子。世间的人看到你耍神通，他不会想来学佛法了，他就会直接拜你为师。干嘛？叫你教他神通。他就不要去深入经藏，他不要这样的脚踏实地去布施忍辱人的精进持戒，那么般若禅定，他这些东西他都不要学了，他直接就要学神通。变成学一个记忆的感觉。你当然学神通没有用了，你学天眼通没有用了。我记得佛典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生来具有那个天眼了，可以看到那个地底下到底哪个地方有埋宝藏，金银财宝哪里都有。他呢有这样的能力。有一个国王呢听了又好高兴，就派他的一个臣子啊，说你去给我找这个人，对不对？找他来，我要请他来到全国各地去帮我寻宝，那我就不就很好了吗？可是找到那个人不肯来啊，我跟你去嘛，替你的皇帝去寻宝，我要自己用啊，自己寻啊，他有天眼通啊。结果呢，这个人没有办法，可是他回去如果不交差的话，国王要他的命呢。所以他最后在想说啊，他知道，他把那2个眼睛给他挖起来，把那个天眼挖起来，对不对？然后呢，用那个2个眼睛来看，回去那个国王气死了。你挖了2个肉眼，那个天眼虽然是天眼，可是死眼已经发臭，那有什么用处呢？可见你看那个天眼通的人，他们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那个眼睛能够挖起来，又他自己呢看不到了，那2个眼睛本身也看不到啊。我们学这种天眼通，你想想看，给自己找麻烦。肉眼它会衰老，会死的，会像我一样的黄斑呐。你看我呢没有办法的黄斑，现在没有什么药医，只能点药水啊。所以呢，我们晓得，就省吧，不要常去想那个呢。我会飞行变化，我又名利双收，我又徒弟有多少？讲那东西呢，都是说梦话，一点帮助都没有。好，主要就是不要为了想要有这么酷酷的超能力而去学佛，这种感觉脚踏实地去学，来学佛。佛本身不耍神通，所以你晓得要跟佛去学做人，人做好了，太虚大师的讲的，人成即佛成。一个人做到完美的100分，那就是成佛了。就是还是不要太执着于超能力，酷超能力了。我们用今天的心理学来讲，智慧、智情、感情、意志，智情意3者都达到完美无瑕的人，这人就是完人，完人就是佛了。神通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吸引人。我最后呢，只讲一句：当心你的好奇心被那个有心的人骗了。被有心人利用。现在假装他有神通的，包括他是什么神、什么佛来这边降世的，什么活佛、活神仙，全部包含在里面，不要被他们骗了。我们的佛已经走了，对不对？释迦佛，我们的佛就是我们的法，以佛典里面来所说的知见修行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指导者，这样有一天我们就能够像我们开部车，如果你现在开在1号的高速公路，在台湾，它就会标明从屏东去多少公里到高雄，多少公里到南竹，到那个桥头，到冈山，到鹿竹，你一路上去的话，到最后它会指明你什么地方可以到台北的总统府。你按照这样子万无一失。这中间还有告诉你什么地方该减速，什么地方的桥梁隧道你不能太高，要不然你会呢把自己的车也呢怎么样子给搞惨了，搞毁了。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些就是佛教的修行的指南，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的跟佛来学，不要去妄想自己有一天会有神天一变马上变成佛。你那个孙悟空变成如来，他也是猴子，他也是孙悟空，他不是如来佛。OK， 猴子变什么样子，终究是猴子，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下功夫。好，那我们这集讲了神通，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也要注意，那个神通也是不敌业力嘛，就是就算有再怎么厉害的神通，还是扭转不了命运啊。对，那不是就近的彻底的解决生死的方法。好，那我们这集讲神通就讲到这里，感谢林老师，我们下集再见，谢谢，拜拜，拜拜。